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黄芪还可以用陈醋泡，这种做法你们有没有见过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黄芪你还是直接放入杯里，然后再用开水来冲泡吗？难怪你经常喝黄芪泡水作用不明显。所以以后黄芪不要再直接用水这样泡了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黄芪的新鲜做法，不要小看它，这可是老一辈们的土方法，真的是高手在民间。具体是怎么做的呢？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黄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药食两用的一种食材，被称之为补气之王。平时很多人喜欢用黄芪来泡水喝，当然也有黄芪拿来炖牛肉，或者黄芪拿来熬粥等等。因为黄芪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它含有皂苷类、黄酮类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等，所以黄芪深受很多人的欢迎。但黄芪它是根茎植物，可以看见硬度非常高，并且表面也有很多的灰尘，因此在用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先给它清洗一下。准备一把黄芪放入碗中，这里只需要用凉水来清洗黄芪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水温过高，可能导致黄芪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一部分，并且黄芪清洗时间也不宜过长，否则也极有可能让黄芪当中的成分被流失掉一部分哦。因此，清洗黄芪的时候，控制在1分钟左右就行了。洗好以后，咱们用漏勺把黄芪片给它过滤出来，最后将上面的水分抖一抖。当然，如果时间充裕，阳光甚好，我们可以在太阳底下给它晾晒。当然了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可以用一张厨房纸把黄芪表面的水分给它吸收掉即可。因为这里只需要让黄芪处于不滴水的情况下就可以了。最后将处理好的黄芪倒入一个干净无水的碗中。接下来找出家里面的陈醋，因为陈醋它不仅仅色浓味厚，酸香适口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它含有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及矿物质等等。当然了，这些成分它会随着陈酿年份越久而升高。而如果家里面没有陈醋的朋友，也不需要担心，可以选择使用家里面的香醋来代替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个人认为陈醋会更好，因此尽量不要用香醋而使用陈醋。接下来把陈醋倒入碗中，直到陈醋把所有的黄芪都浸泡为止。然后用筷子搅一搅，以确保黄芪当中的成分被完全释放，也能够吸收到足够的陈醋汁。最后用家里面的保鲜膜给它包裹起来，让它们处于密封状态下来浸泡。这样不仅泡出来的效果会更好，而且还能够防止陈醋以及黄芪当中的成分流失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觉得还不错，那么就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
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。谢谢。完全包裹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泡上2天左右。如果天气较热，也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保存。2天时间过去了，陈醋泡黄芪已经制作好。这里打开保鲜膜，一股浓浓的黄芪味道和陈醋的酸味扑鼻而来。也可以看看泡过的效果，黄芪居然已经变颜色了，这是因为它当中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汁，已经被泡得发胀。而经过2天的浸泡，之前还特别硬的黄芪，我们拿出一块来试一试，它已经变得特别的柔软，已经能够用手轻轻的撕开，说明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哟。而通过2天时间用陈醋泡出来的黄芪，我们应该怎样用呢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陈醋一勺，然后放入水杯当中，接下来用开水来冲泡就行了。开水的水温一定要在90度左右，这样才能够确保将黄芪当中的成分给浸泡出来。而且泡黄芪的时候，一次性也不宜过多，尽量控制在5到8克左右就行了。直到搅拌均匀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喝起来口感有一点酸，而如果有的朋友喝起来觉得口感过酸不适应，那么在泡之前也可以适量的加入一点冰糖、白糖或者是蜂蜜之类的，那样喝起来口感就酸酸甜甜了。看到这里，有多少朋友知道了陈醋泡黄芪的作用了吗？如果你知道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而如果你并不知晓这一碗陈醋泡黄芪的作用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哦。不要小看食材和制作方法简单，作用却非常的不简单。这可是包含了老一辈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喜欢用黄芪泡水的朋友，试试这个方法，坚持喝上一段时间，你会有大大的惊喜和不同的发现哦。并且做上这样一碗，基本上可以泡上1个星期左右。但每次盛出过后，建议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入冰箱里面保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